第133章山洞同居。身体趴在一处小山峰上，萧炎目光不断地在周围扫过。因为那头紫金翼狮王的缘故，这段时间魔兽山脉内部的魔兽明显地躁动了许多。不过好在药老所布置的药粉很有奇效，虽然附近也偶尔会有魔兽出没，不过当在闻到那股刺激的气味之后，都是赶紧地离了开去。所以这2天之内，萧炎2人倒还没有被发现。喂，有那女人在身边，可始终是个麻烦哦。你难道打算一直这样？药老从戒指中漂浮而出，笑道：嘿嘿，那可是斗皇强者啊，有机会让他欠我个人情，这可是长远投资，这点风险算得了什么？萧炎手掌扇开面前从树上垂下的柳条，嘿嘿笑道：我看你最好趁他虚弱的这段时间把他给摁了吧，这样还可以多一个斗皇强者的贴身保镖，日后你在这加玛帝国也就能横着走了。药老为老不尊的坏笑道。翻了翻白眼，萧炎嘀咕道：我倒是想，不过若真是那样了，等他回复之后，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好了，监视完毕，回去吧。再次环顾了一下平静的四周，萧炎挥了挥手，懒得和药老争辩这极其无聊的问题，从石堆后跃出，然后矫健地跳下了小山峰，将药老收进戒指之中。萧炎一路小跑，几分钟后回到了清凉的山洞之中。进入山洞，却是见到那原本躺在石床上的神秘女人正手掌托着香腮，闲坐在石板上，瞧着萧炎归来，他不由得微微一笑，道：回来了呀。笑着点了点头。萧炎背负着玄重尺走近，从那戒中取出几条在瀑布下逮到的肥鱼，一屁股坐在地上，燃起一堆火焰，随口问道：你好些了没？神秘女人微微站起身子，带起一阵淡淡的香风，来到萧炎身旁，微蹙着黛眉轻叹道：外伤倒没什么大碍，不过身上的封印术却是至少要好几天时间才能解开，这段时间就躲这里吧，他们应该搜不过来。将鱼插好，放在火架上，萧炎偏过头望着身边的神秘女人。由于女子身上的那套素裙已经破碎，所以现在的她是穿着萧炎的黑袍，别人穿起来有些显得沉重的黑色，到了她身上却是被凹凸有致的玲珑躯体衬托着，多了一分神秘的韵味，连步微移间，一截如玉般的雪白小腿若隐若现，颇为迷人。优雅地坐下身子，神秘女人美眸盯着那不断在烤鱼上撒着各种调料的萧炎，微笑道：你的胆子真不小，斗者的实力就敢闯进魔兽山脉内部。没办法呀，被人追杀进来的。萧炎笑了笑，偏头问道：对了，你的名字？云芝。美眸微微闪烁了一下，神秘女人含笑道：药盐。萧炎从玉瓶中轻洒出一些精心搭配的调料，也是随口道：云芝。他可从没听过什么时候加玛帝国多了一个叫做这名字的斗皇强者，想来他多半也是隐藏了真实身份吧。自称云芝的女人也并没有追究萧炎话语的真实性，虽说如今实力被封印，可一个实力仅仅是斗者的少年，明显对他没有太大的危险性。短暂的交谈便是这般缓缓的落幕，失去了话题的2人便是陷入了沉默的氛围，直到萧炎将手中的烤鱼递向云芝之后，他这才对着他轻轻点了点头，撕下一小块鱼肉。云芝红唇微微蠕动，细嚼慢咽的优雅姿态让得一旁狼吞虎咽的萧炎有点感觉到自卑。你是炼药师？目光扫过萧炎身旁的一些小玉瓶，云芝声音中略微有些诧异。医师吧。咽下口中的食物，萧炎隐瞒了自己是炼药师的事实，他并不觉得暴露身份是件明智的事情。哦，微微点了点头，云芝明眸中的诧异缓缓消逝。炼药师与医师虽然都有个师字，不过彼此的身份却是天差地别。我有个朋友是位炼药师，在加玛帝国等我办完这里的事情后，你若是愿意，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云芝抿了抿泛着点油渍的红唇，微笑道。闻言，萧炎一愣，旋即在对方那愕然的目光中摇了摇头：多谢了，不过我想还是算了，我已经有老师了。听得萧炎竟然拒绝了他的好意，云芝俏脸上明显的闪过一抹错愕，自己的介绍竟然会被当事人给拒绝了。
这可是这么多年来的头一遭。这时候云芝几乎有些冲动的想问一句：你知道我要把你介绍给谁吗？然而冲动只是在心中一闪便逝，以云芝的定力与身份，自然真不会当场问出这种话，当下只是带着点点莫名的意味，缓缓地点了点头。你伤好了后还打算去找紫金翼狮王？将最后一块鱼肉撕下，萧炎满口含糊地问道。我需要得到紫灵晶。云芝轻叹了一口气说道。萧炎摇了摇头，见识过他与紫金翼狮王的战斗，他显然认为云芝得手的机会并不大。我与他的实力相差并不远，只是没料到他竟然掌握了封印术，上次吃亏在猝不及防，下次再战，我的风之极陨杀不见得会输给他。瞧着萧炎的表情，云芝黛眉微蹙着道，话语中隐隐有着一抹不甘。那招的确很强，对于那将紫金翼狮王最坚硬的尖角切割掉一半的深邃光线，萧炎倒并未怀疑他的威力。不过若真和那紫金封印对碰起来，萧炎也不知道谁会更胜一筹。吃完手中的烤鱼，萧炎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和云芝打了声招呼，然后盘坐上一旁的石台，双手结出修炼的印结，然后缓缓地闭目。望着开始修炼的萧炎，云芝也是站起身来，将满是油腻的玉手清洗了一下，然后来到萧炎面前，明眸上下打量着修炼中的萧炎，片刻后黛眉一皱，轻声道：怎么是最低级的黄阶功法？这小家伙的老师似乎也太抠门了点吧？难道他不知道好的功法对于初学者来说代表着什么吗？轻叹着摇了摇头，云芝心中顿时将那从未见过面的药老变成了败坏学生的无良老师。等试完之后帮他一把吧，这么好的苗子可别被糟蹋了。摇了摇头，云芝也是在一旁坐了下来，闭着眼眸缓缓地溶解着体内的紫金封印。在云芝破解封印的这几天，由于萧炎的悉心照料，两人的关系也是逐渐的熟络了起来。而或许是因为封印的缘故，现在云芝与萧炎说话中那抹类似久居高位的高贵却是逐渐的淡了下来，这倒是让的萧炎心里畅快了一些，毕竟他最不喜的便是这种东西。山洞同居般的生活平静地过了2天，然而当第3天时，却是被一声突如其来的狼啸声打破。在山洞中刚刚吃完午餐，听得这在洞外不远处响起的狼啸，萧炎脸色猛地一变，急忙站起身来，与蓝云芝对视了一眼，都是眉头紧皱。怎么会被发现了？萧炎来回了踱着步子，他每天身上都被撒了遮掩气味的药粉，魔兽不可能跟踪他来到此处啊。眉头紧皱着，萧炎忽然瞟见云芝那蕴含着歉意的脸颊，微微一愣，心头一动，苦笑道：你不要和我说你今天出去过。望着萧炎的脸色，云芝俏脸上涌上一抹歉意的绯红，扭捏的低声道：抱歉，今天出去洗了下澡。闻言，萧炎顿时有些无语，叹息了一声，紧了紧背后的玄重齿，咬牙道：你留在这里别乱动，我出去引开那头魔兽。你的实力还是我去吧。望着那转身就欲出去的萧炎，云芝心头的歉意更是甚了些，急忙站起身来道：给我待在这里别动。脚步忽然顿住，萧炎转过头来，沉声喝道：你出去只会引更多的魔兽。被萧炎这突如其来的厉喝声吓了一跳，云芝傻傻地望着前者，脑袋忽然有些转不过弯来，这小家伙竟然敢这般吼自己！不要再出洞口一步，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到了这时候，萧炎也没心思再管身后的女人是一名斗皇强者，口气严厉地说了一句后，快速地奔跑出了山洞。站在原地望着少年消失在洞口处的背影，云芝玉手在身前一阵胡乱的摆动，似乎不知道现出什么合适的表情一般，半晌后方才跺了跺脚，嗔道：小小年纪凶起人来却是这般不留情，亏我还打算帮你，既然这么爱逞强，那你便自己去好了。然而话虽这样说着，云芝却是向前走了几步，望着通亮的洞口，想起萧炎的提醒，却不得不止下脚，眉宇间有着一抹焦虑。在萧炎出去之后不久，云芝便是听见那狼嚎声更是剧烈了许多，片刻后狼嚎逐渐远去，可少年却依然没有归来。再次等待了一段时间，
云芝终于耐不住，咬了咬银牙，玉手一握，奇异的长剑弹射而出，冷声道：紫金翼狮王，你这混蛋，若是耀颜出了事情，我非得把你这山脉掀翻不可。说着，云芝便是欲闯去洞去。然而此时，一道人影忽然从洞外踉跄跑进。耀颜，你没事吧？瞧的人影，云芝俏脸一喜，赶忙跑过去询问道：大姐，麻烦你别出去了，再来动魔兽，我就真得挂了。满身鲜血的对着云芝苦笑了一声，萧炎眼前一黑，径直倒了下去。倒下的瞬间，萧炎模糊地察觉到自己似乎倒进了一处柔软的温香软玉之中。